还做什么？下人听到有摔东西的声音，都不敢贸然进来，怕惹怒了绝公子。那你就敢来？我也害怕，但我知道，公子再生气，屋子里也不能没有伺候的人。而且我知道，宫二先生看着下人，其实很温柔的。过来。把手伸出来。绝公子怎么知道我划到手？气味。在江湖走动多年，我对血腥味最为敏感。还觉得我温柔吗？一点小伤而已。十指连心，还就是他总要说出来的。说出来就能不疼了吗？说出来就能不药而愈了？不能。但我小时候每次摔破了膝盖，我母亲都会一边给我上药。她说，浅浅要是疼的话，要告诉娘亲啊。每次我母亲跟我说这话，我觉得伤口好像没那么疼了。被人关心着，难道不好吗？小孩的世界和大人的世界不一样。江湖中，幸福和威望可以拿来分享和展示，而痛苦和秘密则不可告人。所以人们常被打着一起欢笑，却很少有人可以陪着一起痛苦。很少，但不是没有。若是伤口掩埋在心底，自己一遍遍描摹，一遍遍触摸，只会变得更加伤痕累累。你看过受伤的野兽吗？他们不会把伤口展示给别人，因为族群里容不下弱者。他们只会独自找一个阴暗的山洞，悄悄舔舐，等待康复或者死去。可人不是野兽，野兽没有心，但人有。心总归要有一个栖息之地。倘若有人相伴，煮雪暖酒，即便不够光明炽热，也足以度过心底的寒冬。但并不是每一个你心里的人都会帮你温一壶酒，也可能他
他会在你心上画下一道伤。明日去医馆。这点小伤不要紧。我不是指这个。嗯？你这手很烫，不像正常人温度，要么生病，要么中毒。前几日受了风寒，有点发热。吃药了吗？没有。自从长老遇害之后，出入医馆都需要指公子的手里，领取药材更是严格。拿着我的令牌，让大夫按你的需求取药。这令牌是在宫门内畅通无阻。多谢大人。薛公子平日都是独自一人，怎么今天突然邀请我一起用膳？今天是上元灯节，理应喜庆热闹。我想你之前应该都是和亲朋好友们一起逛街看戏、赏星赏月、赏花灯，对吧？我小时候身体不好，其实也不太出门。宫门里的上元节是冷清了些，我想你可能也不太习惯。正好我把事务处理完了，来陪陪你。加入宫门受苦了。嫁入宫门，也许会受苦，但嫁给宫二先生，一点都不苦。其实公子不喜欢热闹吧？不喜欢。那我也不喜欢了。喜欢还可以改的吗？当然，喜欢都是后天的，没有谁生来就喜欢谁。但仇恨可以是先天的。有些人生下来就带着恨。是啊，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却有无缘无故的恨。两个可能没有见过面的人，却是生死世仇。宫门的仇人宿敌很多。绝公子的仇人，就是我的仇人。你很会说话，不是吗？你刚才说，绝公子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，而不是说宫门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。有区别吗？没区别。上面一排是云为山的药方，下面这一排是上官浅的药方。不可能只是简单的药膳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石豆兰、地柏枝、勾石斛、光络星虫、
毒液盐煮。薛公子，要尝一点吧。这药膳我熬了一下午呢。再加上棕心的山栀，发芽的炙甘草，内有冬虫的琥珀。只要另外再找到朱砂和硝石，剧毒，这是剧毒。哥，我刚刚在外面听到一些争吵。无妨，找我何事？我听下人说，公子最近劳累，睡眠不好。这几天经常凌晨起夜点灯。我们老家有种可以安神的枕头，是黄杨木做的，里面加入手乌藤汤汁，煮过再晾干的香叶，能安神助眠。若是能从世袭上给公子寻来，公子夜里大抵能好梦些。已经入了宫门了，就别老想着外面的事儿。真有什么缺的，让下人去买。当然，宫门新娘不能随意进出，我知道规矩的。我只是想说，史公子正好在这儿，我就想问问看，能不能去医馆，看看有没有这几样东西。快去快去！正好我跟哥哥有事要说。是。哥，武吉夫人这么狡诈，骗取了我们的信任。如果她不再犯案，想要找到证据，她不会停止犯案，因为她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哥哥知道她的任务？不知道，但绝对不只是刺杀岳长老这么简单。那就等她再动手。哥哥已经重新调整过宫门的警戒分布，还增加了那么多看不见的隐形暗岗夜哨。他如果再杀人，必然会露出马脚。可我不允许他再杀人了。宫门族人的每一滴血，都不允许外人践踏。10年前，我咬碎牙齿吞下的誓言，我说到做到。云小姐，没有芷公子的命令，不能进入。生病了，找大夫看病也不行吗？看病可以，云姑娘请先回府，一会儿派大夫前往您的住处为您诊脉开药，稍后将药材送回御宫。上官姑娘，宫二先生把他令牌给我了，让我来取药。是。把狮子放在医馆门口，你胆子真大。
不放在明显的地方，我怕你补过来。烈火灼心，想取药取不到了吧？我倒是拿到了，可以分你一点。这么好心，那多谢了。别着急呀，姐姐，陪我走走。果真是亲生的。对，看来在血脉这件事上，宫上就很难再有突破口。如果公子羽能够成功通过3关试炼，他的执刃之位也就无可撼动。你表面配合，把那半张医案给我，却在暗地里和无忌联合，让宫上决在长老院丢尽颜面，同时也在公子羽面前负尽了好感。姐姐还是厉害，各凭本事吧。这也叫各凭本事，也不怕牵连我。你逼我讨要医案去博宫上郡还心的时候，也没有考虑过我的处境。你内力紊乱，半月之阴的灼伤，不好受吧？我修炼的是极阴之法，和灼烧之毒彼此对冲，再难受，也不过是内力紊乱而已。而你修炼的是至阳之法，连基本的内功运气都做不到，你应该比我难受得多。可是药材现在在我手里，要么你乖乖听话配合我，要么就慢慢的折磨吧。这些药材不过是只能暂时压抑毒性，半月之期一到，还是得离开宫门去找对接人领取解药，否则都是死，早死晚死而已。我一定会想到办法出去的。你说这话自己相信吗？在宫上爵眼皮子底下生活不好受吧？连尾巴都不敢露一下。不如你把药材给我，我替你去交换。我已经找到出宫门的办法了。你说什么？谢谢姐姐。可以把药材给我了吗？可以，但是药材不太够了。你反悔了？小瞧人了，姐姐，我做事从来都不反悔。再和我去医馆一趟呗。麻烦侍卫了，看我这记性记忘了这些药材，还要多谢云姐姐提醒。怎么还不走？这里是我们家，我为什么要走？雪公子为什么刚刚一直看着手里的老虎刺绣，看那么出神？那是他弟弟的。啊，刚刚芷公子提到的狼弟弟。你怎么每次都能听到我们说话？没事就喜欢爬墙角是吗？你更应该问问自己，是不是来绝宫来的有点勤快了？芷公住着不舒服啊？我来找我未来的夫君，天经地义。你也快成年了，赶紧找个媳妇儿，别天天缠着你哥。少管我。没关系，
你不告诉我，回头我自己问他。你别去问，问了也会勾起哥哥的伤心事。什么伤心事啊？我哥曾经有个亲弟弟，最疼爱的弟弟。你哥哥最疼爱的弟弟，不是你吗？在他心里，没有人可以比得上狼弟弟。娘，哟，绝公子，你又来接你母亲和弟弟了？还未知是男是女呢。经界先生说是弟弟就是弟弟。好，给你生个弟弟。上爵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小老虎。你现在是哥哥，以后啊要照顾好弟弟。那当然。哥哥，我也要练刀。你年纪还小，会伤着自己的。哥哥，这把短刀好看。太好了，我也可以练刀了。我也可以练刀了，我也可以练刀了。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个狼弟弟10年前，他与凌夫人都被雾封杀了。总而言之，别胡乱打听了。这是你娘小时候啊，在家乡乔装成男孩子的样子，让你娘看看像不像？娘亲，你看，秋浩回来，被旁人看到了，不知道又会引了什么。直人不会相信那些话的。他不信，总有人会信的。信的人多了，就变成真的了。禀告夫人，长老院传令，请夫人立即前往议事厅。知道了。是。刚刚你们说没有人证，现在人证到了。无忌夫人，请坐。现在，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下，公子羽是否还有资格
坐在执任之位上。绝公子，事关重大，不可肆意妄言啊！三位长老，宫门里关于公子羽身世的闲言碎语，从来没有断过。如今议案上清楚记录，证据确凿，同时还有雾姬夫人作为人证，这也能被您说成是肆意妄言。就算薛长老觉得我是肆意妄言，那雾姬夫人当年是侍奉兰夫人待产的丫鬟，她们自小相熟，情同姐妹。我们不妨听一听雾姬夫人怎么说。三位长老，我雾姬虽说已在宫门20余年，但为绝女流，不知在这一时听我所说的话，能否算数？你照实述说就好，我们自有论断。我雾姬在此对天起誓，公子羽确是宫红羽和兰夫人的亲生儿子。你自夫人怀孕之日起，我就寸步不离的贴身照顾。夫人身体欠佳，又有晕症，一直服药，所以才导致早产。这些在医馆的医案里都有明确记录。这就是绝公子所说的人证。几日前，绝公子来找过我，向我打听兰夫人待产时的细节。我当时就隐约猜到了绝公子的想法，可那时子羽正在后山潜心闯关，我一孤弱妇人，无奈之下只能受迫于他，假装公谋。但我心想着，等到在长老们的面前陈述时，我必不能颠倒黑白，指鹿为马。三位长老，雾姬夫人念在母子同心，舍不得揭露公子羽，我能理解。人言可改，但白纸黑字却做不得假。这本议案里清楚地记录着，公子羽并非早产，而是满月而生。对照兰夫人进入宫门的时间，足以证明兰夫人在嫁入宫门之前就已经怀了身孕。这本议案是原旨弟弟在雾姬夫人的房间内取得，他将议案隐藏多年，偷梁换柱，鱼目混珠。这本议案可否让我看看？当然，夫人没有见过这个议案。这不是兰夫人的议案，我从没见过。胡说！这是从你房间拿的，怎么会不是？而且你亲自说，这是老执任偷梁换柱，改了兰夫人的议案。直公子何出此言？兰夫人议案只有一本，一直都在医馆呢。口舌之争就免了吧，各执一词，没有结果。白纸黑字，总不会撒谎。这本议案上，无论是字迹还是章印，都是当年替兰夫人看诊的荆介先生他的笔墨和落款。是荆介先生的笔迹，是他爱用的徽州墨。
印章也是真的。可惜，金姐先生已经病故，无法找他取证。当年宫门之内妇人众多，金界先生也不止给兰夫人一人看诊，你又何以证明这一本就是兰夫人的医案？这医案上写着，孕妇来自姑苏，怎么会不是兰夫人？长老，您可以派人到医馆去查一下所有夫人的医案，看是否知道哪位夫人的医案被绝公子拿到这儿来诬陷兰夫人。查！昨夜执刃已经帮你把门打开了，你为什么不走？是执刃大人让你来的吗？他让我来送你走。禀告长老，医馆内林夫人的医案不见了。愿晚期少食滋补，以清淡为宜。林夫人竟与我同姓，也是江南人士。我们真是有缘，金界先生不会把我们的医案搞错吧？我是老了，可我还没糊涂呢，早已给你们做好了区分。你看你的医案左下角，花自随水飘零去，金界先生真是有意趣啊。娘，哟，绝公子，你又来接你母亲和弟弟了，还未知是男是女呢。金界先生说是弟弟就是弟弟。好，给你生个弟弟。来，商爵，给兰夫人行礼。你母亲林夫人和兰夫人都姓杨，都来自姑苏。当年也都是金界先生看着，所以医案上的字迹墨迹完全一样。你会看错也情有可原，可若是拿着此医案伪造证据，行不义之举，实在有失绝公子的威名。波姬夫人真是好算计。宫门之内，流言蜚语传了20多年，公子羽也受了20多年的委屈。今天还请3位长老做主，为子羽正名。希望从今以后，勿再让有心人拿此事兴风作浪。
走出这门，姑娘就自由了。来人！不行，我放开了，你就走了。之前是我下令让你离开，现在我收回命令，你不准走了。我会让你放手，是因为还有人在。进饭不算。我不算。走，带你回玉宫。你笑什么？这句话之前你也对我说过。是去女阁院落接你那次吧？不会再有第3次了。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让你离开。走吧，走啊！告辞。我就说嘛，云姑娘左看右看，横看竖看，都不像是叛徒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错，云姑娘的确事先知道，若非她故意将那半份议案给了宫上爵，又怎么会有今日反咬她一口的机会？是我错怪云姑娘了，不过你为何不直接告诉我？是我让她瞒着你的。你为人还不够沉稳，喜怒都写在脸上。宫上爵老谋深算，就你那毛毛躁躁的性子啊，一眼就被他看出破绽。这次多亏姨娘这么维护我，子玉感激不尽。我当然会尽力维护你，不然怎么对得起你的父亲？姨娘，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埋藏多年的疑问，关于你母亲。是，娘亲从小对我都冷漠疏远，我一直觉得她……这世间哪有娘亲不爱自己亲儿的？只是南夫人执念太深。云姑娘不算外人，姨娘淡爽无妨。这上好的龙井，当然我怀念起江南的风光。
老知人第一次见到你母亲，也就是兰夫人，是在江南。我可以不杀你，但是你必须忘记今日之事，忘记见过我。老知人让你母亲忘了他，结果他却对你母亲一见钟情。只是那时你母亲已经心有所属，尽管对方出身寒微，但两情相悦，早就立下山盟海誓。可惜啊，在花农人，兰夫人的家里嫌弃她是一介穷酸书生，而且家主一直都想攀附公家。时任大人，吉时已到。知道了。就这样，兰夫人被父母安排进了宫门。你父亲在待选的新娘里，看见了本以为再也无缘见面的意中人，就心想着这是天赐良缘，是老天爷把自己喜欢的人送到了身边。兰夫人进入宫门之后，终是郁郁寡欢。你父亲起初是以为她背井离乡，人地生疏，心里寂寞，为了讨她欢心，便派人把从小与她相伴的我也接进了宫门，做兰夫人的贴身丫鬟。你父亲本想着有一个贴心人在他身边，也许他会高兴一些。只是你父亲倾尽心力地对他好，但情深不厚，兰夫人依然无动于衷。夫人，知人在院子那边种了夫人最喜欢的兰花，去看看吗？你父亲本来就是一个不擅长表达爱意的人，几次碰壁之后，反倒不太敢主动示好。因此，你母亲也以为他选中自己只是一时兴起，传宗接代之后便没了关心，两个人的隔阂就越来越深了。没多久，你就出生了。虽是有了你，可夫人心里的恨和遗憾，并没有消减。看见自己唯一的孩子，也是公家的血脉，她的内心就越发纠结、煎熬、支离破碎。弟弟，你能教我写我的名字吗？好呀。子羽，会了吗？会了。来，你写一遍。爹地说我们是兄弟，兄弟之间就是要给对方最好的东西呀。我才不要和小野种做兄弟呢。
眼泪代表脆弱，脆弱的人是会被欺负的。以后想哭的时候，就把面具戴上，这样就不会有人看见了。知道了。无忌，啊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江南老家的日子？记得。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。可惜，再也看不到他。撑着油纸伞，等朝赴约的身影了。你怎么到现在还念着他呀？不念了，不念了。夫人最终还是郁郁而终了。没有想到兰夫人的故事这么曲折，比我前几天看的话本还要令人难受。林阳，其实在我心里，我一直不知道我娘究竟是怎么看待我的。有爱，也有不甘，更多的是挣扎和自我矛盾。兰夫人原本蕙质兰心，但终是执念太深，困住了自己。
南夫人去世之后，你父亲就娶了我做天房。我知道，他娶我，只是因为担心你年幼失了母亲会害怕。我毕竟是你母亲身边的人，由我来照顾你，不至于让你孤单。可是，父亲为何对我也这么冷漠？你呀，少不更事，不懂得你父亲对你的良苦用心。南夫人去世之后，你真日哭哭啼啼，胆小懦弱，你父亲就意识到，他不能再这么一味的宠溺和放纵你，要让你自己学会独立和坚强，将来成为有担当的继承人，所以才会开始对你严厉。子玉啊，老知恩，你父亲还是爱你的，现在总算明白了，你就别每天长吁短叹的愁着张脸。你父亲，他信任我，虽然你不是我亲生骨肉，但我早就视你为己出。是，子玉都记得。小时候我摔跤、生病、任性耍赖，都是姨娘耐心的安慰和陪伴。子玉真心很感谢姨娘，也早就把姨娘当成我真正的家人了。你如果真的想感激我，你就要堂堂正正的坐上知恩的位置，然后凭自己的本事去领导宫门，不要让你的父亲失望，也别再让进入宫门的女子受你娘亲的痛楚。我也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。这个匣子里装的是老知恩的一些旧物，之前没给你，是怕你睹物思人，心里痛苦。如今该交给你了。我竟然上了那个老女人的当，不能就这么放过她，我一定要让她吃不了兜着走。这一次，我们自己没有吃不了兜着走，就已经算万幸了。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事已至此，你还想怎么不算？输了，就是输了。没有十足把握，就别鲁莽行事，更别轻信他人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今天就是把屠了犊子刀子也都得给我咽下去。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先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是不是那本医案让你想起了林夫人和老弟弟？你先下去！我要是你，我现在就不进去。
我看宫二先生从长老院回来，脸色就不太好，想说过来看看他。我可现在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进去陪他会儿吧，也许有人陪他说会儿话，心情能好一些。我可连我都不想见，你算老几？那你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？袁维生给你的医案有问题，你被他算计了。这次，你可把我给害惨了。